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犯罪者举着枪指向孩子们，滥杀无辜，极端暴力残忍。那么这些人被审判时还毫无悔意，甚至面露微笑，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愤怒，也无法理解。这些人都有报复社会的心理或者说本来就不想活了，死之前还要找人垫背，甚至有人还特别崇拜希特勒。你好，我是精神心理医生何日辉。上面描述现象从精神医学角度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他们一旦实施犯罪的时候会伤害无辜，尤其是儿童或学生，会给社会带来强烈的冲击。那么我们今天从多学和诊疗的角度来深入解读一下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是由反社会性的人格发展到反社会性的人格改变，再到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过程中发现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极有可能是由偏执性人格障碍发展而来的。这部分患者不但遇到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本来只是对伤害过自己的人感到非常愤怒，但随着这个挫折越来越多，他们愤怒对象也越来越多，并开始出现泛化，认为社会上所有人都不是好人，对整个社会充满了愤怒，发展成了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其实不少影视剧的主角就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比如说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的大反派莫里亚蒂等等。主流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界都认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往往起病于青少年时期，但具体病因不明。我们从多学和诊疗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其实病因主要是两方面。那么一是患者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比如说挫折、失败、人际关系的冲突，积累了愤怒、屈辱这种负性情绪是越来越多。第二是完全的外部因，患者把自己遭受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或者说挫折、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外界，认为都是别人的错，社会错。那么久而久之会产生仇恨社会、想报复社会的心理。那么一旦这类人决定报复社会的时候往往会提前策划踩点，把报复的效果最大化，比如选择容易得手的地点，挑选弱势群体下手，比如学生、儿童等群体。那么在犯罪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意识非常清醒的，也清楚的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人格障碍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反而应该对他们严厉的惩罚。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有人格障碍的3个基本特征：一是缺乏同理心，二缺乏自我反省能力，三行为远远超出社会的规范。此外他们对社会还充满仇恨，有的还崇拜希特勒，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会滥杀无辜。其实希特勒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反社会性的人格障碍的患者，只不过是他反的社会群体是特定的民族，是犹太人。对于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药物治疗是无效的，一般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也无效，而且这一类人特别善于伪装和隐忍，所以平时很难看出来，所以一旦实施犯罪的时候往往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在临床上接诊过不少青少年，还有部分刚刚成年的年轻患者，他们也是理因化的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但同时还伴有反社会性人格改变，甚至达到了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程度。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会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去寻找患者这种人格障碍背后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进行精准化、高效化的修复，再引导他们建立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再结合深入的家庭治疗，最后往往能让患者的人格障碍得到快速的扭转。比如说我们治疗过一个18岁的高中生阿栋，他当时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但是我们接诊以后发现他还有反社会性人格的障碍。他最典型的症状是无论听到谁的咳嗽声，他马上就会感到愤怒、屈辱认为别人这咳嗽是针对他的，是恶意的。那么一开始他还有一定的理性，平静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个别人的咳嗽可能不是针对他的，但后来越来越愤怒，这个仇恨所有人，从偏执性人格障碍逐步演变成了反社会性人格障碍。那么这一症状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在深度催眠下发现，原来阿栋长期遭受校园欺凌，那么欺凌者故意在他面前是咳嗽干扰他的学习，所以阿栋非常的愤怒。
但又不敢反抗，从此变得对咳嗽声非常敏感。阿栋还特别崇拜希特勒，喜欢看希特勒的书籍《我的奋斗》。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了报复社会的想法。值得一提的时候希特勒小时候也遭受过校园欺凌，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广大的父母，如果孩子受到校园欺凌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深度催眠下去修复了阿栋的心理创伤以后再引导他建立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之后阿栋重新参加高考，考上大学，现在已经康复了。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助你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有更深入理解，并掌握应对的方法。关注我，学习更多高效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